眼睛，是宠物界超萌的新宠，身体娇小，还可以让主人放进口袋，随身带着走哦。蜜袋鼯呢，基本上它是有袋类。那有袋类的话，就是跟袋鼠，然后跟像这个袋狼，或者是说像澳洲我们所知道任何有肚子有个这个育儿袋的这种生物是一样的。它并不是像我们所知道的是老鼠或是会飞的这种任何其他的生物。它们最特别的点就是它们会飞翔，但是它们不是用翅膀，那它们身上有这滑翔翼，基本上它们大小大概像我们手掌一样大。那它们有很多不同的亚种，亚种的意思就是说它们有不一样的像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这样子的种类。头呢看起来像老鼠一样没错，但是它们的牙齿呢比较尖锐一点点，那它们的牙齿也都不会说像老鼠会一直长长。那它们听觉很好，眼睛也很大，那视觉也很好，所以这些特征造就了它们可以在晚上活动，所以它们在晚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活跃。好想睡觉哦！现在白天正是我睡大头觉的时候，就让我先补个眠，先请我的好朋友美丽果来跟大家见个面吧。好，我们现在来介绍呢，这是母的蜜袋鼯，它的名字叫做美丽果。好，那我们先从它的脸开始看哈，我们可以看到蜜袋鼯的眼睛非常的大，非常大，几乎都不会看到它的眼白。整个眼睛呢，全部都是它的虹膜。那它们主要是因为整颗眼睛几乎都是由虹膜这个肌肉的构造。那它们晚上呢，整个瞳孔会放得很大，视觉，所以我们夜间视觉非常的好。美丽果的耳朵跟别人不太一样，正常耳朵应该是完整的。那因为美丽果小时候呢，在这个照顾的过程中有不慎因为吹风机去把这个耳朵烫伤，然后造成耳朵的这个缺损，所以这个在人工饲养蜜袋鼯也很常见这样的问题。而且它们耳朵的翼膜这么薄呢，主要就是对这种耳朵对这个声音的各个方向接收能力也很好。嗅觉呢非常灵敏的动物呢，如果说鼻子有点湿湿的，可以增加它们对气味分子的吸收哈。你可以看到它们的下排的牙齿非常非常的尖锐，因为美丽果呢，她是一个8岁的小女生，她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她的牙齿呢使用了8年，到现在看起来都还是非常的尖锐。那我们可以看到她后排的臼齿呢，也因为她饮食很正常很健康。它们舌头发达的主因呢，就是它们在野外呢会去吸吮一些树皮、树枝或者是一些花蜜，可以大概看到它们舌头是尖尖的一个形状哈。美丽果这个是女生，那胸口跟男生一样有一个腺体，但它腺体比较不会那么发达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整个手臂，它们手臂呢很长，那它跟这个翼膜是整个连在一起的。看它手指头呢，1、2、3、4、5有5根手指头，每一根手指头都有指甲。你可以看这手掌，跟我们人的手掌非常的像。你们知道让蜜袋鼯善于滑翔的翼膜在哪里吗？从美丽果的手掌一直延伸到后腿的地方，这片可以完全摊开的膜就称为翼膜。后脚的第1根脚趾头呢，它是没有指甲的，那它一样是有一个抓握能力，所以它有缓冲跟抓握的这种作用。那其他的脚趾头呢，第2根、第3根脚趾头连在一起。你们看，我们的手指和脚趾不仅长，还相当发达哦。这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提升野外攀爬能力和适应居住环境，还有我们身上的翼膜，这都是为了能让我们滑翔的特殊构造哦。我刚刚说到它们的手和脚非常的灵活，手呢爪子非常发达，可以抓各种动物。当然，它们的指甲非常的锐利。那它们指甲是用来要能够，它们在滑翔的时候，滑翔到这个树枝、到这树干的时候，马上要能够抓住。那它们后脚呢的第1只指头是没有指甲的。那在真正他们这样的运动上面来讲的话，那个部分可能是做缓冲，让他们能够做一个缓冲，能够在滑翔到这个树干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吸收这个冲击力。好，这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四肢的作用。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巴卷曲，而且这边有一些比较没有毛的地方，这个样都是帮助他们在攀爬的过程中平衡，或者是一些靠在树干上面的卷曲作用。那美丽果你便便了哈，所以好，这是他们的可以看到它便便的地方，当然就是他们的屁屁了哈。那他们跟我们一般其他哺乳动物不一样的点呢，是
他们的屁屁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共泄腔，它不会像分一个尿道或分一个这个肛门，所以它基本上是共泄腔，它所有的便便尿尿都从同一个孔出来，这跟我们其他哺乳动物比较不一样。我们再来要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构造，就是它们的育儿袋。你看到这边小小的凹槽，有一个袋子，这个就是它们的育儿袋。那它里面呢会有一对乳腺，一般来讲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要把整个育儿袋打开才会看得到。仔细一看，这小小的一个凹洞，长得像肚脐一样，它就是蜜袋鼯妈妈的育儿袋，功能如同袋鼠的育儿袋一样。等小 baby 一出生，就会爬进育儿袋里，在育儿袋里面待上2到3个月的时间，吸收妈妈给予的养分。而有袋类的动物们也会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袋子的开口方向也不一样，这都是为了避免宝宝从袋内掉出来的设计哦。我们生长在澳洲，分布相当广泛，最喜欢生活在森林里面咯。但是不仅仅在澳洲，甚至在东南亚的国家里面，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迹哦。那他们居住的环境呢，在这种地方感觉起来好像蛮热的，对不对？其实他们住的地方蛮凉爽的，因为他们是主要住在森林的外围，树冠丛就是树长得很高，他们在比较高的地方。因为呢，他们体型很小，他们必须要躲避猎食动物，所以他们自己也是猎食动物没错，但他们抓的东西是比较小的这个昆虫，那他们要躲避一些像老鹰啊，躲避一些有攀爬能力的一些哺乳动物。蜜袋鼯是夜行性动物，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在树洞里面睡觉，只有到了晚上精神才会特别好。台湾的鼯鼠外形和蜜袋鼯也有些相似，那它们是同样的物种吗？蜜袋鼯它有个袋，它就跟别人不一样，它们是有袋类的动物。那鼯鼠呢，它既然叫做鼯鼠，所以它其实是鼠类，所以它是啮齿动物。所以有袋类跟啮齿动物在它们的这个我们整个生理结构上、品种上，完完全全就是不一样的生物。打个比方好了，蜜袋鼯就像是长了翼膜会滑行的袋鼠，鼯鼠呢就是长了翼膜会滑行的老鼠。千万别把我们跟鼯鼠搞混咯，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是属于有袋类动物，用袋子来照顾宝宝，而鼯鼠是啮齿动物，就像老鼠一样，它们不但没有育儿袋，牙齿也会不断长长，就连我们吃的食物也不一样哦。大家好，我是肥肥，我的主人今天要带我来做健康检查。你们看，从我秃头和秃胸的外观就可以知道我是个小男生。而女生最明显的特征，当然就是肚子上有一个明显的育儿袋。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们平常是如何交到女朋友的呢？他们这样子的性成熟期，时间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各个地方标示自己的味道，那就是有助于这个互相找到对方。就像我刚刚讲，他们在这个森林的树梢，在这个树顶上面，他们这样滑翔来滑翔去的话，要找到对方是必须要靠非常强的味道去，所以他们嗅觉很强。他们遇到对方之后呢，他们会组成一个家庭。那一个家庭大概是以一只公的蜜袋鼯跟大概5到6只母的蜜袋鼯为一个家庭。虽然我们也是喂小宝宝喝奶，但是生小宝宝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哦。那有袋类的话，它们的特点就是小 baby 生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发育的成熟，他们生出来的小 baby 大概像比绿豆再大一点点而已。妈妈的这个怀孕期呢很短，大概2个礼拜就已经怀孕了，时间到就必须生出来。那要怎么样让小 baby 生出来这么小的一个情况下，能够爬到妈妈的袋子里面，到育儿袋里面，能够让妈妈照顾它呢？那妈妈会用舔的方式，把这个毛舔顺，舔得湿湿的，然后引导着小 baby。那小 baby 他们也会用非常强烈的这个感官去找到妈妈的乳腺。
妈妈的育儿袋不仅弹性好，又超温暖哦。当我们出生以后，就会爬到妈妈的袋子里，让妈妈保护，待上2个月。不管是吃喝拉撒睡，通通在里面。这就是有袋家族的特性。别吵我，让我好好睡觉。在里面呢，我们要想他在里面喝妈妈的奶，然后他又要在里面上厕所，住在里面睡觉。那他的排泄，他的这个尿尿跟便便要怎么处理呢？基本上通通都是靠妈妈一个人一手包办。妈妈会想办法去帮小 baby 把这个他们的排泄、把尿尿、便便给舔得干净，然后在这个舔的过程中刺激他消化道蠕动。那他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过程，妈妈也可以去了解这小 baby 到底有没有正常在喝奶，健不健康。说到我的身体状况，我的体检应该差不多完成喽。赶快来问问医生，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健康宝宝呢？我觉得肥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他也算是活泼。那体重的话，成年的公蜜袋鼯来讲，118克是可以接受的体重哈，大概差不多120到可能150之间是算是比较好的体重。当然，很多现在蜜袋鼯都会养到超过200克啦。那当然，只要活动力不错，那不要说都没有在活动，那不要真的身上有一些肥胖问题的话，大概我会建议他可能养到140、150这个体重是最好的。大致上就是一定要有蛋白质、肉类哈，那鸡蛋、蛋类，那再来就是蔬菜、水果，那再来就是一些坚果和一些谷类，那这个是比较均衡的饮食哈。我叫于一之，我最喜欢跟我的小主人一起玩啦。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最爱他啦。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其实都蛮有责任心的。我发现就是会养动物啊，然后会爱动物的小朋友啊，一个家庭来讲的话，小朋友都坏不到哪里去。蜜袋鼯它适合当家庭的宠物，可以培养小朋友的责任心。像每天我都会跟我们这个小的说：“一直吃饭了没？”啊，就会自己去倒饲料啊，没有水它也会去补水。其实现在蜜袋鼯啊，如果要饲养它的话，它的费用不高，它是一个不错的陪伴性的选择。只要你做足了功课，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养蜜袋鼯，成为养蜜一族。如果想要饲养蜜袋鼯，又该如何挑选才能挑出一只健康的蜜袋鼯呢？那像蜜袋鼯呢，因为现在都是人工繁殖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挑选适合自己的蜜袋鼯的话，其实也蛮重要的。那当然，第一个要件就是你必须挑选的是比较不要那么幼年。那有时候太幼年，他可能喝妈妈奶喝不够，那你看到他很可爱，你就把他带回家，那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补足他的养分，去照顾他。就像我们提到它是有袋类，它必须要在它的育儿袋里面，在妈妈育儿袋里面要待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你如果在它很小的时候把它带回家，那你有可能没有能力照顾它，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甚至于造成它没办法长大、生病、夭折。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尽量挑选稍微成年一点点的，不要这么小，已经有自己能力可以进食的这种蜜袋鼯是最好的。那当然，活力啊，还有一些外观啊，看到它就是眼神很明亮啊，感觉精神很好，这个当然是比较好的健康的个体。别以为每一只小蜜都跟我一样乖巧温驯，每当靠近我们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吓到我们哦，因为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会做出攻击的。蜜袋鼯的爪子非常的利，非常的利。那看看医生叔叔手上就知道了哈。其实我们很常会在帮他们看病的时候被动物抓伤，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了解这一点，你手一伸过去，或许蜜袋鼯很开心，想要迎接你，跑到你的手上，想跟你玩耍，结果就把你抓伤了。那一抓伤，如果没有适当的消毒，可能发炎感染，造成不舒服。那除了这个呢，蜜袋鼯其实呢牙齿非常的尖锐。我刚刚有提到说他们会去咬一些树皮，吃一些坚果类，
甚至猎捕一些动物来吃，那它们牙齿呢很尖锐。所以，如果当你看到蜜袋鼯很可爱的时候，你要想想哦，你这么大一个，你对他来讲，就算你是小朋友，他对他来讲都还是巨人。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一定是害怕。害怕第一个反应就是先躲不了了，因为你手已经过来要抓他。那他有可能对你很熟悉，他知道说你是人类，他就对你很和善，跳到你手上，一个不小心抓伤你。但是他也有可能不熟悉，不知道你是什么动物，他觉得你要把它吃了，他觉得你要伤害他，他只好反击。除了反击之外，每当我们受到惊吓时，只要一紧张，就会想办法赶快逃跑，哪里有洞就往哪里钻哦。那蜜袋鼯呢，非常会逃跑，所以如果你看到蜜袋鼯，那你真的很想要去抱它抓它。那如果说饲主原本的主人在旁边，他懂得跟他互动，那 OK。但是如果饲主不在旁边的话，你如果一个不小心抓它，它一溜烟跑掉了。不瞒大家说，我们在我们医院看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主人带蜜袋鼯来看病，跟我们说是捡来的。怎么捡来的呢？就是逃跑出去的蜜袋鼯被捡回来。那你如果说在这些特性不了解，你可能受伤，可能造成你严重的伤害，心灵的受伤，那你也可能会造成蜜袋鼯逃跑。那另外的话，它们身体结构很脆弱，你也可能把它抓伤，把它捏伤，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一些现象。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像家中养的小猫小狗一样，平均可以陪伴主人12年左右，是不是很适合当宠物饲养呢？那在饲养上，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把它们带到我们家里面来，我们要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家，让他们家里能够住得像他们在野外一样那么舒服呢？如果说要用笼子饲养的话，在我们的资料上显示，正确饲养蜜袋鼯的这个笼舍，至少一只蜜袋鼯就必须要2公尺乘以2公尺的一个高度，还有一个立方体空间的这种笼子。如果没有达到这么好的空间，这么大的空间，它们会变得活动量不足，四肢可能肌肉比较不发达，甚至会肥胖，会有一些疾病产生。它们躲避能力很强，钻洞能力很强，所以如果说冰箱后面这种这么温暖，然后又有阴暗的空间，很有可能它们钻进去，你就抓不出来。整个家里面呢，如果整个环境要让它们这样跑动的话，甚至就要装一些吊床、一些楼梯，模拟好像它们在野外这样在这个树冠丛间攀爬、滑翔，那这样子环境会比较适合。除了帮他们布置舒适的生活环境之外，我们又该准备什么食物来喂它们，才能让小蜜们头好壮壮呢？他们在野外吃很多这样的花粉跟花蜜，那里面也含有很高单位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各种的这种微量元素。所以呢，我们在人工饲养下呢，要提供给蜜袋鼯的饮食最好能够多样化，种类越多越能够去符合接近野外他们原本所进食的这些食物。蜜袋鼯最怕就肥胖，还有营养不良，所以很多不对的饲养方法就是一直喂一些果冻，一直喂一些零食，或者是只有喂水果。它们其实是非常偏肉食类的，所以因为在家里面要准备虫给它们吃，准备蜘蛛，我觉得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说能够接受的话，像面包虫、大麦虫这些，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活体来源。天然的优格，没有添加任何添加物的优格，其实很多饲主也会去买这种天然完全没有任何添加物优格来给他们补充消化道的一些益生菌，这对他们来讲是很不错的一个营养来源。